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？现在真正让美军慌到睡不着的，根本不是咱们的先进战机、导弹装备，而是咱们解放军日常发的干饭视频。网上随便刷到我军演训场的伙食画面，美军内部都要悄悄管控，禁止士兵多看。打仗靠的是硬实力装备，怎么一碗红烧肉、一盘红焖大虾，反倒成了美军最忌惮的东西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印象里的野外驻训、前线打仗，是不是只能啃干粮、吃冷罐头？搁以前，不光是咱们普通人，全世界都是这个固有认知。前线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，想吃热菜、吃硬菜根本是天方夜谭。但现在，解放军直接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。最近中国军号曝光的一段视频，直接在网上炸了锅，也彻底让美军心态崩了。画面里没有什么炫酷装备，就是平平无奇的演训现场。我军炊事班战士就地起灶，大火爆炒，一锅色泽油亮、鲜香十足的红焖大虾直接出锅，看着就让人食欲爆棚。更让人震撼的是，这不是什么特殊加餐、节日福利，就是战士们驻训的普通日常饭菜。菜品做好后，战士们快速密封装盒，放进专业保温箱，靠着灵活的山猫全地形越野车，翻山越岭，穿越各种复杂泥泞的战地路况，精准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每一个前线作战岗位。很多人看完都直呼不敢信，前线驻训居然能实现大虾自由。但小编跟大家说，这真的只是我军野战伙食的基础操作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咱们现在能随时随地吃上热乎硬菜，根本不是偶然，是整套后勤保障装备全面升级的结果。老一辈军人记忆里笨重难搬运的老式行军锅，早就彻底退役淘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分工明确、适配所有场景的现代化炊事保障体系，从大部队驻训到小队巡逻，全覆盖无死角。要是营级以上大规模野外驻训，咱们有6驱自行式炊事车兜底，这玩意儿就是妥妥的移动越野厨房。不管是戈壁荒漠、崎岖山地，还是泥泞烂路，通通轻松通行。自带的悬挂系统更绝，哪怕车辆在行驶途中，炊事兵照样能稳稳当当洗菜、切配、炒菜、蒸饭，全套工序一点不耽误。如果是中小型部队机动，咱们也有专门的野战炊事拖车，还贴心分了平原版和高原版，尤其是高原版，专门针对海拔25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设计，自带加压功能，完美解决了高海拔地区沸点低、饭菜容易加生的老大难问题。一台拖车就能满足150人的热食需求，拆装简单，跟随性超强，部队开到哪里，移动厨房就能跟到哪里，完全不耽误作战训练节奏。那最零散的边防巡逻、潜伏侦察小队怎么办？放心，咱们早就考虑到了，多款规格的军用压力锅，多功能野战灶全面列装，18升的小号适配4到8人的小队伍，37升的大号足够保障40人同时就餐，再搭配军用恒温保温箱、专业化给养器材，真正实现现做现装现送，全程恒温保鲜。哪怕是几个人的零散执勤点位，也绝对不会让战士们吃冷饭、啃干粮。可能现在的年轻战士没什么感触，但对比10几年前的高原边防，差距真的天差地别。以前西藏、查果拉、塔克逊这些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所，一到冬季大雪封山，道路彻底中断，官兵们整整一个冬天只能靠压缩干粮、罐头度日，餐食单调到极致，长期营养不均衡，很多战士都落下了身体毛病。可现在呢，哪怕是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，高原哨所照样能稳定供应4菜1汤的标准热餐。车辆开不上去的深山巡逻点位，就用无人机空投，人力接力配送。卡拉昆仑的巡逻官兵执勤间隙，能吃上热乎的揪片子卤肉套餐；寒冬深夜站岗，随时能领到热乎乎的恒温粥、热汤。逢年过节还有空运过来的特色佛跳墙加餐，这待遇谁看了不羡慕？咱们的伙食保障越来越好，反观曾经称霸全球的美军后勤，如今已经落魄的让人不敢相信。现在美军伙食离谱到什么程度？别说优质牛羊肉，
就连最便宜的鸡胸肉都经常断供。为了凑够士兵所需的蛋白质，美军居然想出把面包虫磨成粉，掺进土豆泥里糊弄士兵。要知道，美军军费常年全球第一，比后面好几个国家的总和还多，结果士兵连一口正经肉都吃不上，也难怪有大兵调侃美军高层是蜥蜴人，毕竟面包虫本来就是喂蜥蜴的饲料。你是不是觉得小编说的太夸张了？那我们就来看看现在林肯号的现状吧。根据俄罗斯自由媒体网8月10日的报道，林肯号航母目前的处境简直离谱到刷新认知。这艘航母一直在波斯湾、阿拉伯海海域无休止巡航，硬生生熬了8个多月，创下美军航母超长部署的糟糕纪录，累计出海208天不靠港、不休整。208天是什么概念？整整快7个月的时间，5000多名水兵和陆战队员全程被困在封闭的航母上，没有靠岸休整，没有放松调剂，日复一日重复高强度执勤，长期的高压封闭生活让整艘航母的生活条件烂到极致，官兵士气直接跌到谷底，已经到了快要失控的地步。比如最基础的吃饭问题，现在彻底成了林肯号官兵的奢望。航母后勤补给完全瘫痪，食物长期严重短缺，口粮被压缩到最低标准，一顿常规午饭就只有半碗米饭加2张玉米饼，连最基本的荤素配菜都没有。好不容易运送过来的蔬菜水果，经过长途海运全部腐烂变质，根本没法食用，别说改善伙食，士兵们现在吃饱都成了难题。对比我军前线随时能吃热菜硬菜，差距简直天壤之别。除了吃的，日常必需品也彻底断供，肥皂、止汗剂、牙膏这些最基础的卫生用品早就消耗殆尽，舰上补给商店空空如也，根本补不到货，就算有少量物资，购买也要排队数小时。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生活设施全面瘫痪，洗衣房、淋浴间已经数周无法使用，官兵们没法正常洗澡、洗衣。航母舱室墙壁上布满有毒黑霉，密闭空间霉菌滋生，卫生环境恶劣至极，饮用水、热水供应频繁中断，厕所大面积故障瘫痪，几千人的生活居住区脏乱差程度堪比废弃工地，根本不像一艘现代化核动力航母。这种非人的生活环境持续了大半年，士兵们的身心状态彻底崩盘。舰上医生实在看不下去，直接公开向指挥部发出紧急警告：如果林肯号再不立刻靠港休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长期的压抑、疲惫和恶劣环境会导致大量水兵精神崩溃，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杀、蓄意破坏等极端事件。更危险的是，航母涉及核反应堆、弹药储存等高风险岗位，士兵心态一旦失衡，极有可能出现致命操作失误，到时候引发的就是重大安全事故，甚至可能直接葬送整艘航母。据美媒曝光，此前林肯号官兵家属的不满已经差点演变成公开造反，近200名舰员家属集体约谈美国代理海军部长，强烈要求立刻将林肯号调回圣迭戈基地休整，但这位高层官员只能无奈摊手，根本没办法解决，因为美军现在无船可调，没有任何一艘舰船能够接替这艘早已疲惫不堪、故障频发的航母，只能硬着头皮让官兵们继续熬下去。可能你觉得是小编夸大其词，那咱们再捋一遍真实部署时间线，你就知道有多离谱了。林肯号从去年11月出海执行任务，至今已经整整9个月，期间只短暂靠岸2次，去年12月停靠关岛，今年6月短暂停靠阿曼，其余所有时间5000多名官兵全部被困在密封的海上平台。不仅超期部署，他还是中东战区的核心战力，连续5个月参与针对伊朗的高强度、高危险作战任务，全程紧绷神经，没有一丝放松空间。长期超高强度执勤、超长封闭部署带来的后果就是全员身心俱疲、心态炸裂。网上流传的飞行甲板磨出孔洞的消息，虽然有夸大成分，毕竟航母甲板是高强度特种合金钢，不会轻易破损，但甲板表层老化、开裂、烧蚀严重是实打实的。而人员疲惫、设施故障、物资短缺、士气低迷这些问题，没有半点水分，全部真实存在。很多人还记得此前福特号航母的闹剧，同样是超期部署、士气崩盘，最后舰内燃起大火，连烧30小时，2/3马桶瘫痪，60多张床铺被烧毁，硬生生靠着起火才得以返航休整。现在的林肯号简直就是复刻了福特号崩盘前的所有征兆：超期部署、
火势崩盘，位于瘫痪，全员疲惫，怨气冲天。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。现在美军舰艇官兵之间悄悄流传起了烧船返航的歪路子，福特号靠起火成功回家休整，让其他超期部署的舰艇官兵有样学样。按照林肯号现在的恶化速度，如果美军高层还是强行把它钉在中东战场，继续压榨官兵、透支装备，用不了多久，大概率就会上演火烧航母 2.0 的闹剧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